我们空军一架幻象2000战斗机10号傍晚从新竹起飞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发动机失效，飞行员谢佩勋经过紧急处置，没有办法，只好在海上弹射跳伞。所幸他的救生装备还有讯号装备一切正常，所以他的位置很快就被空军的海上搜救机制寻获，有了救护中队的直升机把他救起来，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不幸的是什么？不幸是我们又损失了一架宝贵的幻象战斗机。大幸是什么？大幸的是飞行员等于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能够平安的救起来。过一段时日，身体健康检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还可以重新回到飞行线上。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呢，这次这个意外的事件已经引起了一些讨论，也就是长久以来很多人关心的幻象战机这个机队是不是应该汰除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向法国采购60架幻象2000战机，大概服役到现在接近30年，有人算是27年。这个时间多长也是蛮长的。可是呢，以现在的高性能战机的性能状况而言，它的机龄和飞行时速就还不到必须要汰除的阶段。譬如说，我们观察连同这次的失事，幻象机到我们国军来服役，已经发生了一共9次的事故。它的时间分布并不是非常密集，而且它的噪音，也就是失事的原因，也不见得全部都是机件的问题。譬如说，有的是因为鸟击的关系。所以呢，这也不能说是这整个机队有不堪运作的状况，或者是非汰除不可的理由。可是从10多年前就一直有这种声音，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幻象2000转卖给外国。这种想法和建议，从来没有人说要把 F-16汰除，或者说要把 IDF 汰除。这里面大概有几个因素包括3种2代战机里面F-16，还有经国号 IDF 战机，再来是幻象战机。F-16和 IDF 都是2个连队100多架，只有幻象机当初买的时候是60架，一个连队部署在台湾北部的新竹空军基地，机数量是最少，所以汰除起来相对冲击比较不大。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操作还有它的维护成本实在是太高了。3种2代战机里面，它不但是最高的，而且呢，它跟 IDF 跟 F-16差距非常非常大。再来，虽然幻象2000是以快速的爬升，在高空高速性能有卓越的表现，而且呢，以它的雷达还有它的空对空飞弹，在执行防空任务的时候，它的确是令我们的对手感到十分棘手的一种防御力量。可是呢，我们当初买的时候，法国方面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它没有释出幻象2000的对地还有对海的攻击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只有空对空作战的能力。相对之下， F-16战机和 IDF 战机都有对空对海的作战能力。而最关键的是，幻象2000的妥善率表现一直不好。各位有注意的话，就可以看到，在立法院里面，立法委员对军方的质询，常常就会提到，也会关心幻象2000的妥善率。现在有多少架飞机可以执勤？有多少架飞机被迫停留在地面？在空军的说法叫做环境控制保存，也就是说让它处在一个干湿度有控制的环境里面，暂时不需要执行飞行任务，让少量的幻象机可以升空作战。还有就是它的航空电子系统、发动机的各种零附件，要从法国获得后勤的资源，耗时甚久，常常一等就是几个月、半年。这对于我们执行战备勤务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收费从来都非常高昂。不过说归说，想把幻象机早点汰除，把它释出。不过如果说是法国或者是美国安排其他国家的买主转移给他们，似乎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不过呢，牵扯到是有点伤筋动骨了，不是一个说办就能办的事情。尤其是这里面还有一些政治的敏感度。这么多年来空军也不提，国防部也不提，总统府也不提，没有人愿意出来下这个决策。
然而近几年来因为两岸的关系，共军的军舰还有军机、无人机频繁的绕台，而我们的空军战机必须要升空去伴飞，海军的军舰必须要在海上与共军的军舰还有海警舰艇航，造成我们的军海军勤务繁忙，负担非常沉重。地勤人员还有战机长时间的执勤，海军的舰艇官兵还有我们的军舰不断的出海，时间的磨耗之下，不管是人员或者是舰硬体能量都已经几乎到了一个上限，其中原本状况就不是很好的幻象机队，可想而知有点上加霜，越来越吃力。前几天幻象机还没有失事的时候，就有人提到了找你太除幻象2000继美国制的 F-18或是 F-15，当然也有 F-35这些说法这样的意见已经听了好多年了。也有人说一定要有人战机，我们用无人机或是空飞弹，这也能充实我们的防空力量。还有人提出来，在战时我们空军的机场还有跑道应该是长时处于损坏的状况，开放让战机起降的间应该不多，就是军战机的战力保存问题也一直是一个很难解的课题。譬如说空中加油机、空中预警机都是受到持续关注的建军备战课题。这次由嘉义的救护中队直升机很顺利的将飞行员吊挂起来也是一个空军持续加强的部分。尤其是如果在战时空中高强度的战情况的时候，在台湾周遭的海面上就会有很多同样的例子，同时会有不少数目的飞行员落海。要怎么样在整合所有的力量，对的民间的宝贵的飞行员最短时间内是需要一个组织缜密、一切合作机制来完成。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海水的温度非常低，飞行员落海之后但他穿有防寒的装备，在冰冷的海水里面也撑不了多少的时间。这点是我们维系台海防卫作战一个重大的课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飞行员的数目到底够不够？一个飞行员的养成跟培养是3-2年就办得到的，摆在眼前就是现在的飞行员都有一些不够。如果你要增加战机的话，你要去哪里找合适的人来操作这些昂贵的战工具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是幻象机失事的飞行员顺利的救起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然后这个机会大家讨论一下，看看幻象机的未来要怎么走。